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請訂閱頻道，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因被尾隨跟蹤，譚松韻當晚留在徐凱家中。2026年1月8日，本應是電視劇殺青後輕鬆收尾的一天，卻意外演變成震動整個華語娛樂圈的輿論風暴。女演員譚松韻在當晚疑似遭遇跟蹤騷擾，隨後被迫改變行程，並最終在男演員徐凱的住所短暫停留甚至留宿的消息迅速在網絡上傳播，引發極大關注與爭議。這起事件之所以在極短時間內發酵成現象級話題，並非單純因為兩位當事人都是頂流演員，而是因為它精準擊中了當下娛樂產業中最敏感也最容易被忽視的幾個核心議題：明星人身安全、個人意願是否被尊重，以及善意保護與越界行為之間的模糊界限。根據多家娛樂媒體與劇組相關人士的描述，譚松韻在新劇拍攝結束後，由司機送往原計劃的住處途中，發現一輛黑色轎車長時間尾隨。司機通過多次繞路確認異常後，立即上報管理團隊及劇組安保。出於避免暴露住址的考慮，原定回家路線被臨時取消，車輛被引導前往相對安全的地點。在這一關鍵節點上，事件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敘事版本。一方認為，徐凱的住所距離最近，安保條件更完善，加之徐凱本人主動提供幫助，是一次典型的同事間善意互助。而另一方則指出，譚松韻本人更傾向報警或前往酒店，但在多方壓力下最終接受了這一安排。真正將事件推向高潮的，並非是否被跟蹤，而是圍繞是否被迫留下的爭論。有匿名消息稱，譚松韻在抵達徐凱住所數小時後，曾於凌晨嘗試離開，並在公共區域與徐凱發生言語爭執。部分保安證詞提及他當時情緒明顯不安，而是否存在阻止其離開的行為，成為輿論最尖銳的焦點。徐凱團隊對此堅決否認任何形式的肢體接觸或強制行為，強調只是基於安全判斷進行勸阻，並指出疑似尾隨車輛仍在附近活動。然而，問題並不止於有沒有拉扯，而是延伸到一個更深層的問題：當安全判斷與當事人個人意願發生衝突時，誰擁有最終決定權？譚松韻所屬公司森林娛樂隨後發布簡短聲明，確認存在被跟蹤事件，並強調藝人安全無虞，已恢復正常工作。但聲明中既未點名徐凱，也未解釋為何必須留宿，更未正面回應凌晨試圖離開的傳聞。在娛樂新聞語境中，說什麼與不說什麼同樣重要。正是這些留白，使事件不斷被二次解讀，甚至被賦予更多象徵意義。譚松韻長期以國民好感型女演員形象示人，零緋聞、零負面、親和力與職業口碑兼具。徐凱同樣擁有龐大粉絲基礎，公眾形象陽光正面。正因如此，這起事件並未迅速被歸類為黑白分明的對錯，而是形成了多個陣營。保護論者認為，在危險情況下，徐凱的行為體現了責任感。邊界論者指出，在正當的動機，也不能忽視女性的自主選擇。結構反思派則將矛頭指向制作方與行業環境，認為真正的問題在於制度與流程缺失。在鋪天蓋地的爭論中，也有大量相對溫和、理性的聲音出現，尤其是在微博、豆瓣等平台。不少網友選擇將焦點放在人身安全本身，不管細節如何，女生能平安無事就是最重要的。希望她以後都被更好的安保保護。娛樂圈終於開始正視跟蹤狂問題了，這件事如果能推動制度完善，也未必是壞事。也有網友對譚松韻表達祝福與支持，她一直是很有分寸的人，希望外界不要過度消費她的情緒。
雙引號，經歷這種事還能迅速回到工作狀態，真的很敬業，祝他之後一切順利。雙引號，甚至部分網友對徐凱的處境表示理解。在突發情況下，任何選擇都可能被放大解讀，希望大家理性一點。雙引號，比誰對誰錯更重要的是這起事件暴露出的系統性問題。明星遭遇跟蹤後的標準處理流程是否足夠明確？製作方是否在安全事件中對藝人形成無形壓力？為你好的判斷是否可能演變為越界？輿論是否給女性當事人留下足夠的表達空間？隨着事件不斷發酵，部分法律人士也開始參與討論，試圖釐清其中可能涉及的法律邊界。北京某知名律師事務所娛樂法方向律師指出，從目前已公開的信息來看，這起事件尚不足以直接構成刑事或治安層面的違法行為，但其中存在多個灰色地帶，值得行業警惕。首先，關於跟蹤本身，如果黑色轎車確實存在長期尾隨、刻意繞路跟隨等行為，且目標明確，那麼該行為已接近《治安管理處罰法》中關於騷擾、跟蹤的界定範圍。但目前問題在於，疑似跟蹤者身份尚未被確認，警方是否正式立案也未對外公布，因此這一環節仍停留在疑似層面。其次，是關於限制人身自由的爭議。律師強調，判斷是否構成限制人身自由，核心不在於是否發生肢體接觸，而在於是否違背當事人真實意願，並通過客觀行為阻斷其行動自由。而從現有信息來看，雙方對事實描述存在明顯分歧，缺乏關鍵證據，因此不宜過早下結論。這一理性解讀也在一定程度上為輿論降溫。不少網友提出疑問：既然涉及安全威脅，為什麼不第一時間報警？對此，有業內人士給出了相對殘酷卻現實的答案：在娛樂產業中，報警並非總是最優先選項。一方面，明星的行程、住址、私人信息高度敏感，一旦警方介入，極易被外界捕捉到蛛絲馬跡，反而可能擴大風險。另一方面，劇組、經紀公司往往更傾向於內部解決，以避免負面新聞影響項目宣傳、品牌合作甚至資本信心。正是在這種環境下，個人安全問題有時會被置於商業考量之後，這也是本次事件引發大量行業反思的重要原因。事件初期，網絡呈現出明顯的情緒化對立，護許派與護談派針鋒相對，標籤化、陣營化言論大量出現。但隨着更多信息曝光以及官方聲明的發布，輿論逐漸出現轉向。更多網友開始強調不要帶入自己的想象，呼籲尊重當事人沉默權，反對過度解讀男女關係。不少高讚評論轉而呈現出一種相對成熟的態度：這不是偶像劇，不該用感情腦補現實事件。雙引號，真正的問題是制度，而不是某一個人。雙引號，希望這件事以後被記住，是為了保護藝人，而不是毀掉誰。雙引號，值得注意的是，在爭議中，祝福型評論比例異常之高。這類評論並不站隊，而是將注意力放在結果與未來上，例如人沒事就是最好的結局，願以後都平平安安。雙引號，不管發生什麼，希望兩位演員都能繼續專注作品。雙引號，經歷這種風波還能繼續工作，真的不容易，祝前路順利。雙引號，分析認為，這反映出當下觀眾的一種變化，比起製造對立，越來越多人更願意看到事件平穩落地。對於譚松韻來說，這場風波無疑是一場並非自願的公眾考驗。他本人始終未在社交平台正面回應事件，僅通過工作狀態向外界傳遞已恢復正常的信號。這種克制，在部分網友看來，
反而強化了他一貫的形象：理性、專業，不消費情緒。不少粉絲在評論區留言，他不需要解釋人生給任何人看。雙引號，希望他被更多溫柔對待，而不是被迫成為話題中心。雙引號。而對徐凱來說，輿論同樣是一種壓力。即便在支持者眼中，他的出發點是保護同事，但這起事件也讓公眾開始重新審視一個問題：當善意介入他人私人安全決策時，是否需要更清晰的邊界與流程？這並非對個人品格的否定，而是一種對行業規範的提醒。結語：這不是一場簡單的娛樂八卦，而是一面鏡子，它映照出的是光纖產業背後長期被忽視的安全隱患，也是公眾對尊重、邊界與善意重新定義的開始。或許真正值得被祝賀的，並不是某一方的清白或勝利，而是當類似事件再次發生時，行業已經學會用更透明、更尊重個體的方式去應對。